同志们，这个天钓鱼怎么样？大雪纷飞呀！不过我们今天玩的是黑坑室内，里面暖和的很啊。从今天开始跟大家钓黑坑，今天是飞科鲫鱼。我先把我的战术规划讲一下。它这里限杆3.3米，但是刚开始鱼肯定很快，都是会连杆的打接杀。这种情况只能用2.7米的杆子，因为它硬度也够了，12H 的操作起来就快一些。所以2.7米的杆子大概能钓1个半小时左右。在这个时候发现鱼会稍微慢一点，我赶紧就换3米的杆子。3米的杆子也是飞科的性质我2.7米用3号大线，用9号飞科秀。但是到3米的杆子之后，我用2.5号的大线，也是用8号飞科秀。但是这个时候3米的杆子由于钓到前面去一点，那个鱼也会比较快，可能也能够飞或者科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。到最后的3个小时就只能用3.3米了。3.3米就只能钓飞操，准备2个线组，一个是1.5配0.6，它能够飞得稍微快一点。如果最后很慢的时候，就用1.0配0.4打轻口。我他妈管改的够啥？这半天没有东西。好了，先开始抽签了啊！这个1啊，对。你怎么知道3啊？拜拜。先开一下这个肉夹馍的啊，套餐大鲫。由于这个鲫鱼是养殖鲤鱼，所以需要用这种皇冠鲤之类的。对，这是拉丝粉。拉丝粉要多一点，因为等会儿还要加很多虫子进去，然后搅均匀就可以了。一定要搅均匀，这个很关键。你不搅均匀，等会儿拉的就是虫子跟饵，它会分离。你搅得很均匀，就拉的虫子跟饵都在一起。素食2号，千里香。黑坑跟野钓不一样，因为野钓里面杂鱼比较多，我们在钓的过程中加了这些添加剂以后，杂鱼就会来了。所以而且那个鱼很深口，它什么都吃，不像这黑坑要抢的意思就是你把别人的鱼抢到你窝子来，所以它味道要大一些，开出来很多丝，等会儿再兑一半的虫子在里面就可以了。先等加点甜的在里面啊。哎呀，好活的虫子啊！然后这虫子我们不是一次就把这饵料兑好，是用多少兑多少。因为这里它是不允许用散泡的，所以肉夹馍是最好的方法。开好了以后，你一定要把它团一下，看看它是不是很粘钩。如果不是很粘钩，太散了不行。刚开始太散了，它会形成很多的空杆，这就划不来。抢鱼的时候尽量要把2个饵拉出来，很瓷实。哎呦，这大起来鱼！现在主要问题是速度，另外就是2个饵要拉好，2个饵拉得不好，它肯定空。另外它下去它可能会接，你不能每一接都抢着打，最好是打那个大盾口，大盾口中鱼率会高很多。2个饵拉得不好的话，肯定会空。有人问这个黑坑钓这个鱼怎么观漂？其实观漂就一个掌握一个窍门，盾口时候打快，顶漂打慢，否则就空杆。
现在已经钓了50分钟了，现在感觉有一点慢，但是它鱼慢，我们节奏不能慢。有时可能你会看到打很多空箱，实际上它没动作啊，没动作我们也得打。目的就是不停的诱鱼，如果你要停，每个动作都等这个口，那你后面就麻烦了。对，哎呦！已经钓了1个半小时了，我现在换成3米的杆子钓。3米的杆子我线组现在是2配1，但是用的是胶线，就是尼龙线。因为现在口变得没有开始那么好了，杆子也用的10H 的，没那么硬，但是它飞这个鱼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它口明显就好一些，看到没有？但这个是你慢一点哭，它也能哭。估计这个钓半小时，它的口就会不好了。口一不好，就要换成3米3。3米3是终结最后一招了。要抛正那个柱子看漂才会好看一点，这。对。现在换了3米杆子以后，这个口又开始变好了。现在已经连了大概10几分钟了，看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估计还得连。线组线现在用的是2.0配0.8，0.8的是尼龙线，钩子是9号钩，但是浮漂用小了，浮漂用的是大概2克左右的，然后那个浮漂用的是短身子长尾的。因为这个鱼喜欢接，所以全部钓的都是接口。一到底你就得打，一般的都是没到底之前就接着了，到底没口你就得打，等也没用。这一倒下去就接着了。但是这个也能飞，看到没有？我也是在磕。但是就是不能那么暴力，太暴力了线就受不了。嘿，半木头双尾，你看没有？到底就不吃，他就得要接着，所以到底没动作你就得打。1小时了，还在连。但是呢，现在还是3米的杆子，我只是换一下饵，把饵换成那个白饵肉浆膜，因为白饵肉浆膜就是纯雪花加的那个虫，这个时候味道就是更单纯，所以那个鱼可能吃下之后更放心，因为慢慢要进入后期了。但钓法是一样的，就是扔下去不吃就打。不吃就打，一定要打那个接口。现在都是到底一个小顿口这样的动作。钓这个鱼前期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节奏。别人肯定经常会问说节奏怎么把握，就是他一立起来，刚刚一立起来就一接，一立起来一接，这就是节奏。如果一立起来没有接，马上就打，不要等。一直等到全部是立起来接，立起来接，立起来接，前面的1个小时到2个小时都必须是这样的口，否则你肯定就输了。好，收竿了，收竿了，6个小时啊，终于结束了。一会儿看一下渔获成绩啊。6个小时钓完，钓的过程中真不觉得累，钓完了不仅仅是累，还挺饿的。那收呗，啊，看到收呗，不收呢？不收。邓老师了，邓老师了啊！6个小时终于结束了啊，鱼也称完了，一共钓了251斤。这个幸亏最后多钓了一条，不然就是个250啊。
251斤，现在是第3名。因为毕竟钓了1年的休闲，对这个黑坑有点陌生了，还是去年钓过黑坑的，明天肯定会钓得更好。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，今天终于开始钓鱼了。先祝大家在2021年钓大鱼，不脱钩，不断线，不爆竿。今天来到这个湖北武穴的一个小型3体水库今天我们目标鱼是钓这个鲫鱼。那么钓鲫鱼呢，我们第一肯定不会去选那个像那个大坝那些地方，因为大坝那些地方太深了，这些深位置在夏天钓鲢鳙或者钓草鱼什么的还可以。然后我们要钓鲫鱼呢，就会在那个选那个库尾，就是靠近这个尾巴这些地方。那么靠近尾巴这些地方，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和对面的位置是都可以的，但是我今天会选择到对面的位置，对面安静了，这个有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划间，在对面的任何一个划间去钓鲫鱼，应该都是钓得好一些，因为人没有去过的地方，比较安静的地方，它的鱼它会好钓一些。由于这个天冷，那个鱼来的比较慢，所以我要采取的那个策略是先找个底，然后再来对着那个底的那个位置打个9米窝子，然后我再来调漂，然后再来开饵，再开始钓。因为发窝它要一个过程，我就先找个底好深这里2米多先来开个窝料这是野钓要用的常备武器，9米，少来一点，超幼，红色风暴，因为它不够黏，加点辣子粉，先把它要搅均匀，再是给水一次不能给多了，因为这个干，这就可以了这就蛮好，可以用手往里面抛，最好是。我先抛几坛下去不要抛多了，这个天它一下吃饱了。哇，打得真准再开钓饵由于这个天气冷，钓饵它也要一个时间，你不是一开马上就用的。我还是开那个新3样，红色风暴加一点套餐，大气筒这里搅均匀，再加水在里面，再不能动，让它吸水。这个时候我就去调漂，由于今天的目标鱼是鲫鱼，所以我现在的线组用的是 1.2 号的大线， 0.6 的子线，然后钩子用的是7号细地绣，杆子用的5.4米的浪尖3。我的心里的想法是调个7目左右。我们一般的说这个钓鱼调多高，主要的原因是根据这个鱼的大小来的。如果我们钓的是1、2两的鱼，我可能调4、5目就够了。如果我们要钓7、8两的，那就得调个6、7目。所以我估计今天我是希望钓半斤以上的鲫鱼，因为鱼越大它的饵越大，饵越大，那么你就要调得越高。我那个好像窝子里有个小泡泡来了，9米发窝了，看到没？9米发窝了，看到没？所以要先打窝，不会来个鲤鱼吧？看那个泡泡，小密集的泡泡。我们在钓鱼的时候，每次这浮漂的信号来判断这个鱼情。如果浮漂总在顶，一般的来说就是鱼比较小，所以顶的时候空竿是很正常的。小信号，很小的信号呢，又在顶，就证明这个鱼很小，又在小吃。很轻，钩子可能大了。像这个季节，实际上这个天看上去很美丽，实际上这个时候钓鱼一般都不是太好钓。主要原因就是哪里呢？就是温差太大了，早晨都在10度以下，中午到了20几度，这个温差大，水温变化太大了。
哎呀，好小的口啊！3条，因为水太深了。它总比没动作强啊。看到没有？刚下去就是6目。哎，小鲫鱼。哎呀，这个要留着。一般的我们在钓鲫鱼的时候虽然这5.4米的杆子我们在钓的时候调的7目，钓的5、6目，如果你看到那个浮标往下一顿，一钓起来，一般都是个体比较大的鲫鱼。如果它往上慢慢一顶，或者是往下滑，那一般钓的都是小鲫鱼。大鲫鱼的口它有钝口，它的口有钝，它这个没有钝，它都是往下滑。另外，由于这个水比较深，我们抛竿的时候看到没有，我都没有抛满竿，然后再这样慢慢的放下去。如果你抛满竿的话，它就掉得太前面去了。哇，这个天气变化太快了，这一下子20几度了，估计好热了。脱件衣服，又有小口的，小鹰口。哎。我希望我下一杆能把这个东西用一下，这杆子太硬了，你还没发现鱼已经起来了。这种鲫鱼用浪尖山来钓，那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。这浪尖山要钓半斤到1斤的鲫鱼，那才爽。哎，我说这个动作大一点吧，有没有半斤？用个草网试一下。3两，不止4两。3两，还在甩纸啊！这有3两的，后面就有4两的，有4两的就有半斤的。小鹰口，半斤都不止这一条。这一条可以吧？由于这个水比较深我们在外面钓鱼的时候，经常会发现这个鲫鱼它就是刚刚一下去，一立起来，噔噔一个加速，它就钓中了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一般的就要把抛竿的频率加快一点，它在底下不吃，等个10几20秒，我们就重新来一竿。我们现在钓了1个小时了，大概钓了6、7条鱼现在口变少了，我也把那个9米窝子补个1、2团这么大的一定不能让它化了。哎呀，打偏了。别松在那一块。这几个多月没钓鱼。手有点深也属于小奶鸡。哎呦，我多么的嫌弃你！钓了差不多3个小时前面1个小时还钓了大概7、8条鲫鱼。但是到后来这1、2个小时几乎就钓不到什么鱼了，这跟我早上来的时候所讲的是一样的。因为现在气温的温差太大了，早晨温度大概在10度以下，到中午就要24、25度了。这种情况是比较难钓的这个情况所以今天就钓到这里，先看一下这个渔获。把这个鲫鱼放了，回去1个变成100个。哎呀，这最后这个大板板，哎呀，